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30号，星期四。看目前呢，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趋势，那么病毒估计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那么大家呢是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那么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打算呢，那么同时呢，这个疫苗研发的过程中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美国几个月前呢，他就开始进行了代号为"闪电速度行动"的计划呢，就是在加速疫苗的研发。那么幸运的是呢，一些疫苗已经通过了1、2期的临床实验。就在7月27号的时候，两个生产相似 mRNA 的疫苗公司呢，都宣布他们开始了第3期的临床实验，然后呢，就向大众开发第3期。那么第一个药物制造商呢，就是 Moderna， 是由这个美国国家传染部研究所他们共同开发的这个 mRNA 疫苗。他们开始在周一呢，7月27号进行第3期的临床实验，成为美国第一个达到第3期临床实验的候选药物。大约有3万人啊，这个成年的志愿者他们会参加第3期的临床实验。那么第一名志愿者呢，就是在 Georgia 州的，叫做萨芬纳给药。同时呢，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数据，那么 Moderna 它的疫苗呢，早期测试可在所有志愿者中诱导免疫的反应。那么轻度的副作用呢，是包括了畏寒、头痛、肌肉疼痛和疲劳，但是疫苗呢，通常是安全的。就在 Moderna 周一注射了第1例3期临床实验志愿者的同时，大型的药物公司著名的辉瑞制药公司成为第2家宣布开始对疫苗进行第3期临床实验的公司。辉瑞是以德国生物公司叫做 BioNTech 他们共同开发的这 mRNA 的疫苗。这个疫苗呢，和上面的 Moderna 公司的疫苗原理很类似。他们宣布呢，开始在全美国39个州和全球其他地区进行也是3万名志愿者的3期人体实验。这两个公司的3期临床实验啊，他们开始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包括川普的选情。一旦结果出来呢，就不需要临床实验了，只需要 FDA 批准大规模使用。乐观的估计在10月初就可以向 FDA 提出申请。我们知道目前针对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呢，有100多个候选者。而就在几天前呢，美国政府宣布花20亿美元从这个辉瑞购买1亿剂疫苗。一旦得到了 FDA 批准，就大量生产。政府还承诺美国人呢用疫苗是免费的，如果效果好的话，还保留再购买5亿剂的这个权利。那么在众多有希望的这个疫苗候选名单中呢，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于辉瑞的疫苗情有独钟呢？是有几个原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第1、2床的临床实验阳性结果。这个结果刚刚在这个 Medrov 在线的发表了。他们辉瑞公司呢，公布和德国的公司合作的这个 mRNA 的疫苗呢，不仅在人体产生了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和抗体，而且还引发出强烈的针对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区的 T 细胞反应。那么细胞免疫呢也有产生，特别是呢 TH1 产生可对抗病毒。这样的话呢，疫苗效果呢更保险了。因为病毒呢在欧洲的时候发生了变异。他们发现疫苗产生的抗体呢，可以中和这个变异的病毒株。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当然就是辉瑞公司嘛，它毕竟是个大牌的100年老店，底气十足。那么在3期临床实验呢，也会很快的募集需要的志愿者，还有产品上的快和政府合作的经验足。那么美国政府呢，对它在短时间内大批量需求更加放心。另一个有类似的 mRNA 疫苗的类似公司呢 Moderna 虽然开始临床试验早，但是毕竟公司小，整体能力不足，所以不能足够的让美国政府放心签约。那么大家盯着辉瑞产品，那么估计今年年底或许明年初就会有疫苗了。那么这是个大大的利好消息啊。此前我们都知道藏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中国军方研究员唐娟，她在礼拜1的时候呢出庭应讯。他在视频庭审中呢没有开口说话。那么美国的专家表示说呢，唐娟案反映出了美中医学交流呢可能会为间谍行为呢提供便利，所以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被涉嫌签证欺诈
的中国军防研究员唐娟，他藏在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长达了1个多月。他上周呢被捕入狱。那么加州东区的联邦法官叫做巴恩斯，他礼拜一的时候呢首次审理了这个案件。这次庭审呢仅仅是开放电话旁听，他不公布画面，并且规定严禁录音。在这场仅仅持续了大概10几分钟的这个首场庭审中呢，巴恩斯呢首先告知了唐娟的基本权利，当然唐娟说他没有钱，他们只好公派律师。整个庭审过程中呢，唐娟是一言不发，全部都是由律师代为作答。那么有时候所有人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给他出律师呢？那他肯定是没有什么钱的嘛。预定于8月10号的时候再次开庭。那么曾经在美国军医传染病研究所工作的这个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官，上周啊，他在监察机构国家安全公民委员会里发文说呢，说唐娟呢能够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访问学者啊，可能和该校放射肿瘤学系的教授李建健有关。戴维斯分校证实了啊，这个唐娟呢确实是这个学校的放射肿瘤学系的访问学者，他的研究经费呢就是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的。那么这家机构呢是直属于中国的教育部。那么李建健是谁啊？李建健是说是1984年获得了中国空军军医大学医学学士学位，然后来到美国深造教学。那么过去几年呢和中国的科学家有密切的交流，所以呢李建健呢理论上是不可能不知道唐娟和这个中方大学的关系啊。美国政府啊这几天逮捕的那几个有军方身份的中国学者呢，其实都是冰山的一角。而这个医学研究啊，从理论上说是最没有抵抗力的谍报目标，因此呢，这个美国呼吁啊，这个 FBI 呢要加紧对于这个中美医疗交流的这个调查。我们知道唐娟应该10有8九是党员了。那么他来到了戴维斯工作呢，那么 FBI 呢到底是怎么能抓到他的实锤呢？你说这么多人申请，怎么会单能抓到他了呢？那么现在倒好，他的军装照、工作照、眼角照、写真照全都摆在了网上。所以很多人啊对于这个唐娟的案子呢有很多的误解。其实呢美国人抓他呢，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军籍，也不是因为他在这个房间里搜到了解放军的军官证，而是因为他在申请 JY 签证的时候呢，谎称呢他并隐瞒了自己这个军方的身份，这就叫做签证欺诈罪。最高的刑期是10年监禁加上罚款25万美元。那么理论上说呢，这些法律条文呢在这个唐娟申请签证的时候都印好的，那只不过呢，中国的申请人啊，我记得是啊，他们都见到了申请表，很激动，顾不上仔细阅读表上的每一个内容，急急忙忙签了字儿。那么在西方的文化里呢，隐瞒撒谎是个不可原谅的行为。所以呢，当你一个军人啊，你隐瞒了你的军人身份，你脱去了军装，谎称是老百姓，以便衣的形式从事军事有关的活动呢，在美国人看来是个重大的罪行。我们还想到当初有个叫做卓雅的人啊，他为什么被德国人给判了绞刑呢？由于卓雅本身是这个苏军的军级的这个战士，可是他呢脱下了军装，化妆成老百姓，所以呢德军呢没有办法把他当成战俘处理。当然人人都说撒谎在中国不算什么事情啊，在中华文化里，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夫妻之间、上下级之间，撒个谎根本不算过回事儿。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也是如此。那么如果撒谎撒得好撒得妙呢，这种文化在美国是根本就无法接受的。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为国家撒谎，除非你是间谍，否则的话也是不提倡的。所以呢，如果是中国的军人啊，如果你不穿军装，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呢，都不会有人把你认为是在籍人士，认为你是普通老百姓。那么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任何的这个罪案呢，那么这个惩罚的这个力度就不一样了。关键是为什么唐娟在被 FBI 调查面谈以后呢，逃进了领事馆？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属于他的可能是个直觉，叫做有事找组织。那么有事没事的也要向组织汇报一下吧，这其实是以中国人的这个逻辑来看呢，应该也符合这个逻辑。那么领馆呢，肯定刚开始呢，听到他的汇报以后呢，可能也感到责无旁贷，尤其是牵扯到了军方。
所以呢，他待在里面呢，他的动机其实也并不复杂，他只不过就是外面惹了点事儿，那回去向组织汇报一下。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个领事馆他为什么收留了唐娟呢？那么有人传说哈，网上就误传说他是什么国内要人的小三儿啊，当然还带着他可能带着女儿嘛，那女儿现在可能也接回中国去了。那么理论上推测啊，他可能进了领馆呢，是向领事可能汇报了自己的一切，可能领馆他们认为是有关于军方，那反正呢，领馆有外交豁免，就暂时呢待一阵是安全的，看看风声再说。没想到7月21号，美国政府让休斯敦的领馆关门呢，那么使这个压力呢，针对这个旧金山领馆的压力呢非常大。所以呢，如果你要藏匿 FBI 的嫌犯呢，那么这事儿闹得大，所以最终结果呢，就很可能是旧金山的领馆呢，把他在这个深夜呢推到大街上。这是根据当时的这个 FBI 的这个探员的介绍啊。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啊，那么可能是唐娟呢，可能是要一言不发了，那么完完全全的是靠着律师来给他解释，走一下程序。那么最大的问题是啊，那么以后怎么办？那么如果你被牺牲掉了，那么可能就会在美国坐牢10年，然后还有罚款。那么回去组织对你怎么样呢？那当然不好讲。但是出来的时候呢，他今年37呢，出来可能就47岁了。那么回到中国的话呢，那可能专业上也荒废了，那么组织上也不信任你了，那估计他的这个前途呢就已经毁了。所以呢，唐娟呢，他在美国出庭的时候呢，法官问他说：“你有没有自己的律师？”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像唐娟这种级别的人呢，应该是有点钱，但肯定不是什么富翁。所以呢，闭嘴，一言不发是最好的行动。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法庭里啊，最好的行为反应就是一言不出声。那么，如果呢，美国的法律的条文呢，实际上是多如牛毛的啊。那么一个案子，如果你判决的话，写个几十万字，花个10年20年都是常事儿。所以有时候还包括这个律师呢，很可能为你拖时间。所以他很聪明，他不花自己的钱。当然了，中领馆没有花钱，这一点让大家比较惊诧。但是呢，如果按照法庭指定的律师呢，而且往往这个指定的律师呢，是可能这些律师可能下一个律师可能就不是你了，那么为他代理。当然，最终的结果呢，对他可能是有些不利啊。但是问题是啊，这个如果在美国过堂，那么未来的这种漫长的这个审理中呢，相比于孟晚舟来说，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啊，很多时候那个罪犯呢，他都可以用法律来逃过制裁的，这是美国法治的基本结构。其实你有钱请个好律师，很可能最终结果可能是简单的啊，可能这个不可能坐10年牢，可能坐几年，坐1-2年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每个人他都喜欢美国啊，喜欢美国的法律制度，因为美国的法律制度它是很难给你定罪的，同时呢也自然不会冤枉你。在美国呢，我们知道有钱人住的地方和穷人住的地方是2个世界，那么富人是第一世界，穷人是第3世界。但是唐娟呢，这一次啊，找了这个公派律师，那么会不会这个案子的审理呢，最终会到这个陪审团这一步呢？那么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经常收到这个陪审的这个通知啊，没几年你必须去啊，你不去的话，这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啊。美国呢，它其实是个法律制度是3权分立的制度，原则上呢，司法是独立的呢，不受政府行政命令的左右，当然也不受舆论的左右。理论上说，唐娟还可能有无罪释放的机会。但美国人依然是从根本上，他杜绝了可能出现的这种司法腐败的现象。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他这个陪审团制度呢就被写入了美国宪法第5和第6修正案，目前有几百年了。所以真正如果唐娟沦落到有这个陪审团来做这个决定的话呢，那么美国司法界可以认为啊，这个你唐娟有没有罪，可以是由陪审团来确认的话，那很重要。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判断你有没有罪呢，是由陪审团来定，但是量刑呢是由法官来定。他们认为法官是专业人士，可以准确的量刑的这个刑期。按照美国的规定啊，只要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都有义务担任陪审员。
当然，你长期不在美国，英语不好，有过犯罪前科，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而每一个案件的陪审员都是随机抽取的，这种陪审制度呢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参加过大概7、8次陪审的这个过程啊，还是很有幸啊，还一直没有抽中。每次的话，他们就随机的抽一些人，每次都轮不到我。每次说，如果轮不到你了，那么明年呢，我不会见到你了。未来3年我都不会见到你了。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可能再来找你。所以这陪审团呢，他也尽量避免什么警察呀、什么政府人士啊、宗教人士参加。一般来说呢，也会尽量的回避什么种族问题。所以美国的一般开庭审理的案件呢，都是连续审判啊。从开庭起一直到做出裁决，除了法定休息以外呢，不得中断。如果因为特殊的原因呢，不能一次性审理完毕呢，那么陪审团呢就会被隔离。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呢，法官也会告诉陪审团哪些证据属于违法证据。陪审团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呢，就不应该采用这个证据。所以，美国的陪审团对案件的一切了解都来源于法庭上的控辩、双方律师等展示出来的证据、双方的陈述。这使得陪审团呢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他只能依据法庭上的事实做出判定，而不可能受到外界的左右。事实上，在美国啊，任何人企图在法庭以外来影响陪审员的决定，比如私下接触陪审员啦，大众媒体发布某些没有在审讯中披露的资料啦，也可能触犯法律。当然，试图收买陪审团是重罪啊，而且也是不可能成功，因为陪审团的数量众多，刑事案件必须所有的陪审团一致通过才有效，你无法收买所有的陪审员。那么陪审团一旦确立呢，就不得接触相关案件的任何人物和信息，甚至不得收看收听相关的任何报道。如果违反以上的要求呢，陪审员也会涉嫌触犯法律。那陪审团的责任很简单，就是在现有的证据和事实面前，加上法官的必要法律指导进行判断。那么任何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在美国做陪审员非常容易，只要凭借基本的人生逻辑、人生经验、做人的道德良知、是非标准，都是可以合理的做出判断的。陪审员形成了一项裁决的意见，然后交陪审员们投票表决，得到是否有罪的结论，交给法官。那么各个国家不同，但是美国对于这个刑事案件中必须所有陪审员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如果达不到这一点，那么法官可能会要求解散陪审团。那么法官呢，根据结论进行量刑和宣判。所以美国的这个陪审团呢，它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第一，它可以弥补职业法官长期脱离社会成为职业官僚的缺点；第二，可以避免职业法官受政治力或者上级影响的问题；第三，可以减轻职业法官收受贿赂的问题；第四，是透过一致表决呢，可以降低判决的错误率。在以上几点的支持下呢，最终提高人民对这个判决和司法系统的信赖感。当然，在美国，律师如果有能耐你可以想方设法让关键证据失去法律效应，比如像辛普森案件那样辛普森案呢，本来就是很可能判决辛普森有罪的，只是因为那个白人警察福尔曼他弄巧成拙，故意栽赃辛普森，导致本来有效的证据失效了。然而，律师或者被告想要收买或者操纵陪审团是绝无可能的。所以，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让司法本身是公正的，也最大程度地杜绝了司法腐败。而且陪审团也不会受到媒体的左右，不会因为民愤极大就改变判断，他们根本就接触不到媒体。所以对于司法制度的信任是民众对国家信任的最后防线。那么如果民众普遍认为司法不公，认为司法腐败，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司法公平，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必然会处于混乱的状态。所以针对唐娟这个案子呢，我想说的是第一，唐娟本人你不需要着急，你要相信在美国的法庭和陪审团制度的这个审理下呢，他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第二呢，当然也希望这个中国的政府这方面派人多旁听，能够必要的进行一些法律援助，能有必要的对他进行一些这个家庭的生活援助。同时呢，也要想办法像孟晚舟那样帮他找到一些比较有力的律师。那么最终结果是如果是整个案子进入到陪审团阶段，那么很可能那陪审团呢会可能达不成一致的意见。最终唐娟呢是不是能够脱罪走出法庭，也不能说可能性是零。我们就看看吧。那么只是希望唐娟呢能够镇定下来。你要知道，在美国审判，你除了这个消耗钱财以外其他一切都不用担心。但是如果
你请的是公派律师，基本上你就不会消耗钱财了。但是，那么你的公派律师的水平，甚至他是不是实习生，是不是年轻律师，是不是长经验的，我们就另说了。派 TV，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